体验山看，横亘荒野，苦苦前对。有一只被反曲当先斗情切，普通天长街，筑不朽的执念，千战血也战，万人泪。星火鼎沸，长举鬼魅，天地同辉。深蓝苍生，势不可碰的软肋。同往莫折回，往下不可为。于心无愧，生气改天位。试问九天生根何为？企图作悲，我不归。此生狼狈也不沦为命运的傀儡。心当何为？抽当书写，纵化成灰，我无悔。欲望实现，重现日月，换人间星辉。陆怀啊，后日便要行刑了。你的案子虽然是大理寺亲审，已是板上钉钉了，可按照规矩，我还是要问一句：陆大人，你可有冤要审，有案要翻？没有。我想着，不如找个死囚成亲，化解身上的煞气。我也出些银子补偿一下对方的家人。但可惜，他没有家人，连亲戚朋友都没有。其实这位陆大人原来还算不错，虽然被懒了些，但是为官公正。来咱们魏县5、6年了，没听说他欺压哪个百姓。这次不知道怎么就迷了心了，犯下这滔天大错。我去了他家，他那宅子很空，也很朴素。我想不明白，他没了家人，他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那谁知道啊？所以我总觉得他不像那样的人。哎，你别多想了，你早已跨入仙门，不应该沾染这些世俗之事。你跟他只是几天的缘分，没必要了解太多，免得徒增烦恼。这件案子本没必要判得那么重，是他自己非要把梁大人牵扯进来，才落得这般下场。只要他肯上书奏表，言明错处，就算是判个斩首，那也比凌迟处死强多了。大人宅心仁厚，是那陆怀太不通事理了。便是他侥幸逃过了这次，也逃不过下次。陆怀呢是个孤儿，父母早亡，家中也没有亲戚。他是边军出身，在边疆立过几次军功以后啊，被人举荐才来到魏县任职的。哎，这怎么写着他还有家人呢？哦，这是2日前新录上去的。他最近结了门亲事，那女子也是魏县的，姓辛。听说了吗？那陆怀要被斩了。这陆怀啊，就是自作自受，凭借着那点军功混了个官职，也不懂得感恩，反倒是与奸商勾结，哄抬良价，害死了多少百姓啊！财帛动人心，他能做出这种事情，指不定收了多大的好处呢。好在梁大人英明决断，判了他凌迟之刑，真是大快人心，大快人心呐！是啊，是啊。小二，结账。诸位都是饱读诗书的学子，遇事不去深究缘由，只知道人云亦云，费心费声，却还敢坐在这儿大言不惭地侃侃而谈，当真可笑。你说谁呢？自然是你们，几个不通法理、
不明是非、不辨咸鱼的东西。哼，你是何人？我等在这里闲聊轻谈，与你何干？话说的不对，我听不惯。听不惯？莫非你也是那贪官的拥趸？主子要死了，你害怕不成？贪官？且看你等这般胸无点墨、拈酸吃醋的酒囊饭袋，都能从那场水患中活下来，便可知他还是贪得不够。哼！你，哎，别管，客官，公爷结账。好。慢走啊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要找谁啊？可是陆夫人啊，陆怀大人的妻子。哦，是。差爷到访，可是有什么事？后日呢，便是行刑的日子。按规矩啊，亲人可以去狱中见最后一面，最迟明日酉时之前，可别错过了时辰。最后一面。不是说要走了吗？是要走了，师门交代的事还没办完，不能再拖了。啊，花我找到了，我去的时候还碰见了2个小乞丐，可能是看着宅子空着就住进去了。要不要我处理一下？不用了，反正宅子也是租的，时间到了，东家自会收回去。这是什么花呀？藏心兰。藏心兰，没听说过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是边西人士，就打听了一些你那边的习俗，说是人要穿着新衣入土才能顺遂上路，不堕牲畜门道，来世才能够体面做人。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和样式，就按照我的喜好给你做了一套。多谢你了。要不要试试啊？不用了，最后不过是白骨一堆，裹上就好。开饭了。哎，这是上路饭，吃饱好上路。例行公事。为什么不吃啊？不想吃。陆大人，你的案子真的没有冤情吗？人心所向，何来冤屈啊？总觉得你不像是个坏人。大理寺钦定罪状，判我凌迟执行。言官联名上书，参我的折子加起来足有100余册，外面的百姓也都骂我是贪财奸佞之人。这些你都听到了，为什么还觉得我不像是个坏人？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我们虽然接触不多，但我觉得你跟外面说的并不相同。如果你真是个贪财怕势之人，为什么不来求我帮忙？毕竟在世俗眼中，我也是个修行者。你不想活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才认识我几天啊？又了解我多少？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。人心诡谲，远比修行之事要复杂难测得多。小心一点，终归是好的。时候不早了，你该走了。
需要处理，上学一段时间才能回去。另外，阿胜最是乖巧听话，你若不惹他，他不会找你麻烦的。你们2人在家好好相处，等我回去。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，上学一段时间才能回去。另外，阿胜最是乖巧听话，你若不惹他，他不会找你麻烦的。月出好戏，教人留心。手有手心，教人留心。距离成灵谷品丹大会还有一段日子，也罢，今晚先在客栈躲躲雨。醒醒，快醒醒！啊，请问，嘘，快走啊！快走啊！外面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客官这是要去哪儿？可是这小店破败，入不了客官的眼。哦，我的马忘喂草料了，我叫人去就行，哪能劳烦客官亲自动手？小安，你去。哎，快坐啊！哎，你的手好凉啊，让我来取杯热酒为你暖暖身子。酒，老板，再来2壶。好酒。是他。去哪儿啊？你别喝了，不是，我酒还没喝完呢。快走吧，你别。客官好等啊，好酒这就来了。客官久等了。请慢用。酒来了。多谢老板娘好意，我不饮酒。这酒只暖身，不醉人的。酒不醉人，是好酒。你听，快喝2口。真不用。来嘛。是谁打扰小爷睡觉？官爷若要留宿，2楼有软床暖榻；若要赶路，本店有蓑衣和伞相送。但是您不打一声招呼就睡在这房梁上，怕不是君子所为吧？小爷是官差，不是君子，不爱睡床，更不爱冒雨出门，只想饮一口热酒。老板娘，不如你陪我喝一杯。怎么，不给小爷这个面子？我无意与你为敌。可不巧，有人去东州府告你的状，说你半夜嘴馋吞了人家的相公，我接榜而来。今日这劫，怕是你躲不过去了。
找死！你把那酒鬼带走。 快醒醒！狗头！我还以为是蛇蝎，原来是个红头蜈蚣。做什么？天干丁地之四，五行轮转，虚借阴火。有意思啊！你竟是个修者。 竟然是幻术！死了。小爷出马还拿不下一条臭虫。哎呀，带不回脑袋，带个簪子回去也成。你说你是接榜而来，还身着官服，可是官府中人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 东州府赏精卫梅山君是也。新鞋装，新美。你这小修者资质平平，功夫也一般，胆子倒不小，连这种荒村野店也敢进啊？我是为了避雨，没多想别的。原不是胆子大，是有些蠢笨啊。你，总之，多谢侠士相助。你要真想感谢我的话。 就给我点钱吧，我为了追这蜈蚣精跑了300多里地，这靴子都破了。哦，你没钱吗？下山时我师父给了些，但现在已经花的差不多了。老板娘喂好吗？这些晚饭有了。哎，你去找些柴火生火，这屋子又冷又湿，冻死我了。这小兔妖没害过人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吓得一直都在抖。去吧。哦，喂！你怎么把它放跑了？不管是人是妖，都分善恶好坏。这小兔子没做过坏事，你就不能害它。得，白忙活一场。喂，学者，你会补靴子吗？不会。
什么都不会，还敢一个人出门啊？你也是修者吗？你没听过我的名号？江湖高手榜排行第2，人称袖剑眉山。我是人族，不是修者。那你很厉害啊，以凡人之身就能斩妖除邪。那当然了，我是要以武入圣的。等以后我的神剑出鞘，管他什么妖魔鬼怪、仙门修者，通通不是我的对手。哎，你醒了？你快喝点水吧。多谢姑娘。小生适才醉酒，喝得昏天黑地，如今腹中胀气，难受得很。喂，书生，你有钱吗？钱？啊，有的。小生进京赶考，带了些盘缠上路。你看啊，这进京路上路途凶险，你应该找个护卫护送你上京城。那就不必了，我带的盘缠只够我自己花的。我要睡了，你们自便吧。多谢姑娘的水。公子不用客气。其实今日并非我与公子初见，那日在荷叶楼我们就有过一面之缘。竟有如此缘分？不瞒公子，其实我有一事想问。那日我听公子说话的意思，似乎陆大人的案子另有隐情，可是真的？姑娘与陆大人相识？姑娘可是魏县人？是啊，可我许久没有回家，也是近日才回来的。那姑娘觉得魏县有何变化？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变化。那就怪了，半年前那场大水，阴雨连绵2月不休，雍地9县颓垣残壁，家哭人嚎，死伤无数。操门县、江平县、历山县，平路成江，洼者深至丈余，官民庐舍倾塌不计其数。便是到了今日，也是人烟鲜见，荒沙百草，一望秋墟，哪如我魏县这般繁华？那也许是魏县的水患不如其他几县严重。魏县地处洼处，又濒临曹江，位置比其余几个县还要坏，可为何却安然无事呢？为何？是陆大人。自陆大人上任以来，就一直注重修缮堤坝、平沙修堤，在洪灾来临之际，还带着青壮亲自上阵，昼夜不休，方才守住了魏县的生机。那这么说，他违背上谕，不肯平抑粮价，就都是假的？是真的。当初9县联合下令，禁止粮商哄抬粮价，凡斗粮贵于100文钱，皆不可买卖。可陆大人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将粮食的价格涨到180文1斗。百姓们吃不起粮，自然是要怨恨他。那他为何要这么做？可是真如百姓所说，他收了粮商的贿赂。初始我也这般认为，可纵观其余8县，限制粮价，商人卖不得高价，索性囤积居奇，不肯出粮，更别提运粮来雍地了。百姓只得饿死在家中。9县之中，唯独魏县允许卖高价粮，于是粮商们纷纷来到了魏县。物以稀为贵，粮食多了，价格反而下来了。唯有心之人去细细探究，便可发现魏县的高价粮只卖了不到2个月。那这么说，他可是做了一件好事啊！是好事啊，可百姓只记得他起初哄抬粮价，导致自己挨饿，却不知道什么是大局纵横。至于朝廷嘛，大灾饿死这么多百姓，总得有个说法。但
我总觉得陆大人的罪定得太过草率了一些。大理寺从前也不是没有给官员判过凌迟，可这样有违人道的酷刑，总得一层层向上报吧。从州县到京城，直到皇帝点头。可陆大人的罪不到半个月便定了下来，这也着实太快了些。若你说的都是对的，那陆大人为何不去喊冤呢？九县沆瀣一气，说话做事都是一个模板，挑不出错来。这个时候，谁做的不一样，谁就是那个出头歹鸟，替罪之人。唉，他又能去找谁喊冤呢？若真是这样的话，那陆大人得受多大的委屈啊！陆大人，你的案子真的没有冤情吗？人心所向，何来冤屈啊？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。人心诡谲，远比修行之事要复杂难测得多。小心一点，终归是好的。陆怀，该上路了。驾，驾！先宿命忠贞，能先自问，怎能不守过一生？剑不染尘，一条气万千纷尘。是魂唤故我度人，是藤如归涅槃生。只为余生换回一世为人。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。让金钱道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。53刻一到，敢梦不败醒醒！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金钱道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疯敢梦，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。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金钱道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
死了多少人啊？这真是个铁骨汉子，行刑这么久，硬是一声没吭，这得漏了多少话？哎，你数了没有？这王千刀的手上功夫你还不知道吗？在他手上能落得好，起码呀，1000刀。1000刀啊！这么刚强的一个人，你真的会是个贪官吗？这就不清楚了。但这梁家高啊是真的，饿死人呢也是真的。这时候下雪啊！这时候下雪必会下雪。这时候不应该下雪，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此时下雪必有大冤呐！对，这么大，这雪还那么大，你看，这肯定是有天大的冤屈，不会是有什么冤屈的事。早就决定王八太子了。对呀，天都看不下去了。是啊，就是下雪了，知道这个事情不是这样。吃点吧，上面罚他曝尸3个月，以消民怨。这夜，且有得熬呢。你说这陆大人是不是被冤死的？供词画押俱在，白纸黑字的，冤不了。可此时下雪了，连天都替他喊冤啊！哎，你说这陆大人是不是真的被冤枉了？慎言，这是宋大人亲自查的案子，大理寺定下的刑罚，是对是错，自然有上面人考虑。咱们只管闷头执行。什么人？人呢？师父说，我仙门中人，想要大道有成，就要心性坚定，不染凡尘，不沾因果。可我此次下山，识破了劫，强牵了与你的姻缘，我心中有悔。可这恶果已经铸成，也无力回转，我只能大步向前。陆大人。我这回真的要走了，我得去给我师父取药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会多多给你烧纸，让你在下面竟然过得富裕安稳。还有，这周遭埋的都是我的亲人，他们慈善温厚，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待你，与你好好相处的。啊，保重啊，保重啊。哎，老楚，你这干得好好的，怎么不干了？是啊，这外面的人可都争着想上里面当衙役呢，这可是铁饭碗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这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？这人生啊，各有各的缘法。我呀，性子稳不住，天生吃不了这碗饭啊。那你能吃哪碗饭？看不出来吗？啊，我这张脸，得吃软饭。行，走了。行，保重啊，保重啊。出来啊！出来啊！别走了！别走啊！别走啊！
醒了多久了？3天了吧。哦，我这几天要走，酒局一顿接着一顿，人缘好，没办法。你一只妖，做人倒是挺投入啊。哼，那当然。快走了。你说那金秋王家真的是修行世家？那王家少主真的是修行者？那还能有假呀？我听闻他们祖上出过元婴修者，可了不得了。元婴修者？嗯，那是不是会飞升成神了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仙门修行者共分为10个境界啊。 炼气筑基，金丹元婴洞虚，出窍合体，大成渡劫，化神。可自神魔大战之后，天梯崩坏，世间灵气日益稀薄，修行越发艰难。莫说是渡劫化神，便是洞虚出窍也很难寻呐。这往往一个宗门呐，有1名元婴坐镇，那便能威震一方啊。金秋王家以前何等风光！ 哪能理会咱们这等人呢？哈，那是因为前几年他们家的元婴老祖过世了，这才如此没落。我怎么听说王家这一代没有灵根的后人啊？王家少主也只是个寻常人，这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战鬼人都死绝了，有狐一族也不下山，12仙门一家独大，就连皇帝老子都得给几分薄面呢。客官，您要的酒来了。哎呀。 来一个，不来了。光喝酒不吃饭。对呀，光喝酒不吃饭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唉，还是不想吃。老胡，歇会儿再干，过来喝口水。好。路不好走，小心点啊。这路不平啊，就得铲。 不然摔坏了牙齿啊，没人管。我有媳妇儿管。新梅，谢谢你，愿意嫁给我。陆大人，你还有什么心愿吗？夫妻一场，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？ 我总觉得陆大人的罪定得太过草率了一些。大理寺从前也不是没有给官员判过凌迟，可这样有违人道的酷刑，总得一层层向上报吧。从州县到京城，直到皇帝点头。可陆大人的罪不到半个月便定了下来。不行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哎，姑娘，这路不好走，山体滑坡，这条路坑坑洼洼的。 你孤身一人，摔了跤都没人扶啊！还是找条好走的路走吧啊！来，丈夫。两位，打听一下，京城怎么走？也骗不上他妥协，与其追恋风月，不如决然于苍生进退。绿刀剑，是深念，是为不公。
身边，修危险，花飞烟，也要看这世人沉寂的天亮一片，不怕迷雾遮掩，正义会太平年。你听怒浪滔天，多少哀怨得以平息，多少人不依不偏。